老板，今天白宇第一次走货，怎么样？相当稳，是干这个的料。我听说林小勇他女儿进刑侦队了，去实习了，毕业之后能不能留下还不一定呢。就算留下，他是技术口的，也不一定留刑侦队。这傻孩子，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没什么心眼儿，您放心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人还是要盯紧点儿。哎，白宇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孩子不错。温小姐，你该休息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刚才去看林永浩了，找他干什么？告诉他别去惹他不该惹的人。看他那样子，也不像怕你的。这孩子已经开始在查金一桐了。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丰田车里的东西给我呀？老板，你谁呀？老板，你们走私认了吧？没走私，我从旧货市场上淘的。我认识你。91年金家灭门案，有个人失踪了。哎，老秦呀，老秦，我费了好大的你以为力才找到他。这么个东西就能把我扳倒吗？嗯，金一桐吧？金一桐已经死了。我一直在等着你，把他亲手交给我，但是你没有。远走高飞都行，我要进去了后赔他不就完了吗？自首现在是这个样子。不过，
你也没交给他们，这一点我还是挺欣慰的。毕竟你心里边还念着我们那么多年的情感。其实啊，家里人就是这样的，有爱，有恨，但是爱一定是比恨多。小文，送夫人回家。好。夫人，请。公然威胁国家公务员，好事儿。这说明赵瑞已经急了，对吧？而且赵瑞走后不久，温婉给我发条信息，你看，派司机去宋锦绣家拿了一个东西。对，老周，从我拿话刺激他的反应看来，我怀疑这个赵瑞就是安德鲁基。你这个怀疑非常有道理。你看啊，无论现在从宋白宇跟赵瑞的关系上来看，还是从赵瑞能力跟社会地位上来看，文物走私案所牵扯出的所有案件，跟东韩集团的关系越来越明显。但是现在咱们跟公安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能制约赵瑞自由行动。我很担心他会趁这个时间销毁关键证据，然后跑路。看来咱们得跟时间来个赛跑了。我会把你反映的情况跟土队说一下，然后看看他那边有什么新线索提供给我们。哎，你这个送检材料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今天就能有结果。你通知大家一会儿开会，让所有人把整理的材料给我做详细汇报。好。咱们在这说话没问题吧？你放心，这里只有录像，没有录音。即便是录了，也不能作为呈堂证供。太好了，是我爸派你过来的吧？是，赵总，让您别乱说话。从现在开始，保持沉默。如果警方问了你什么，或是对你说了什么，请你记好，及时告诉我。如果有可能，尽量抓到警方逼供诱供的证据。保持沉默。他到现在是不是还要护着宋锦绣？赵总让我转告您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准备了充分的材料为您打这场官司。目前，检察院还没有正式批捕。现在，您把您和警方的对话尽量的复述给我。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上传的箱子和下传的箱子，从外观上来看看不出什么区别，但是图片经过清晰化处理以后，你们再看。哎，这发红的是什么呀？
这是红色的油漆，是送来的检材里面有，只不过不知道怎么粘上去的。这个红色的印记上船的时候可没有，并且根据案情的资料显示，船上没有任何油漆。这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我根据这个船员的身高和臂长做了比例尺，计算了这2个箱子的尺寸。这个上船的箱子边长为130厘米左右，下船的箱子，也就是我们找到的证物，边长为115厘米左右，误差不超过2公分。公安找到的2个箱子，一个边长是116厘米，另一个是130厘米，跟你说的数据差不多。如果这2个箱子不放在一起做对比，光看视频根本看不出区别。这2个箱子尺码不同，应该是在海上被调换过吧？之前赵通成供述说，这个箱子是放他们出海用的杂物，骗人的吧？没错。有，哎，说说你这边。三达，帮我切一下。好了，这个是我在木箱子底下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痕迹。通过放大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某种昆虫的尸体，只不过被碾压以后变形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昆虫，所以就请来了我市的昆虫学专家。专家说，通过这个腿和翅膀的形状可以看出来，这是缅甸的西蒙蚁。缅甸西蒙蚁，对，说明什么呀？这种蚂蚁对生活的温度要求非常高，一般都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。在我国也只有云南地区会出现。现在寒江刚开春，一般白天的温度只有10度，这种蚂蚁完全生活不了。而且专家还说，像我们这种北方城市，别说是缅甸西蒙蚁了，就算是普通的西蒙蚁也没有。那就是说，这个箱子应该是从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运过来的，不然不会有这种蚂蚁的尸体。对，而且昆虫尸体这种生物证据非常难以保存。这个箱子在垃圾站发现的，而且上面还有完整的西蒙蚁尸体。这也就是说，这个箱子从运过来到被丢弃，没有用太久的时间。不错。现在所有的证据证明，赵东成跟人在海上交易，已经铁证如山了，不容他狡辩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把已经掌握的线索梳理清楚，形成证据链。咱们呢，现在要分秒必争，给公安部门提供最大化的技术支持。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。这个箱子的来路我们都已经摸清了，是热带地区过来的。赵东成，其实我都替你感觉到不值。按照道理来说，你们做这个行业应该很谨慎。我们这么容易就找到你走私用的木箱，上面还有你的指纹，而且这个箱子就好像特意放在那里一样，等着我们去查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如果不是你做的，其实你没有必要承担这个责任。妈的，苏锦绣，他说过他会处理好这批箱子。金发墨镜女是宋锦绣吗？对，就是宋锦绣。宋锦绣她就是个心理变态，她自己死了，儿子就要拉上我们所有人给她陪葬，凭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干。你们走私的物品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警察同志，你们赶紧去逮宋锦绣，她什么都知道。交易是在你船上发生的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买家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你们去逮宋锦绣，包括之前宋满宇干那些事儿，都跟他脱不了干系。宋锦绣跟秦荣文之间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宋锦绣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叫安德鲁金的人？没有。好，赵东成，今天就先到这儿。走私案嫌疑人赵东成，指认你是他的同伙。证据呢？我们怀疑这个人就是你。这是我吗？好，既然你说不是你，那3月11号你在做什么？有没有不在场证明？有啊，温婉，我一直跟他在一起。
去医院的东西都带齐了吧？嗯。从医院回来之后，就一直待在家里。你也知道，温婉是一个孕妇，最近我一直跟她在一起。宋女士，亲属的证言可信度比较低，需要配合其他证据才能够采纳。报告。进。对对，有新情况，他那天确实是和温婉在一起。好，宋女士，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。不客气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游艇会的监控图放在里面，好好演。嗯。夫人。听说你一散会就到这里研究密码，进展怎么样？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宋锦绣啊，真的是厉害。赵东成出海那天呢，他有铁一样的不在场证据，什么路上监控、医院监控、护士、医生，包括连保护温婉的那些公安都可以给他作证。嗯，厉害。哎，你说啊？这赵东成的船上确实有一个金发墨镜女，会不会就是赵家那天晚上那个女人啊？好吧，跟你说点跟这个有关的东西吧。这个是公安调出来周明的出海记录，所有信息都在这上面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思路。日期和时间跟这些数字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这个是时间的话，
这就是北纬32度59分，所以我们是东经了22度68分。交易地点、出发时间24小时之内。到达时间8点10分，15点30。北纬34度47分，东经23度30分，12点40。周明用的游艇在12个小时之内不间断的行驶，大概能走500海里左右。这时间刚好对得上。这样，林兰，你帮我个忙，把宋白宇邮件里发出的时间和周明的出海时间对点连线，把这时间和坐标都连出来。没问题。1414330。我们用分经纬度和时间的方式，把邮件里破译出的数字密码列成了坐标。我和林兰把这些邮件的发出时间和周明出海的时间做了对位，发现这个邮件往来的第2天，这周明的游艇就会有出海的记录。而且以游艇会码头为起点，这些坐标为终点，按照游艇的平均速度推算，这出海的时间刚好对得上。那安德鲁金发的6位数字什么意思？这个交易的时间和地点有了，就差交易对象了。所以我觉得，这数字应该就是买家船只的编号。哦，你们的意思是，时间跟地点都是由宋白宇根据个人时间自由拟定的，安德鲁金只是提供买家信息。没错，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证据。对。老钟，我提议申请调取遥感卫星监控图。我向高检检查技术信息中心咨询过了，遥感卫星技术现在已经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，你只要申请就可以。行啊，哎，那这是好事啊，那咱就用新技术呗，我来申请。好。老周，我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一直在看金家灭门案的卷宗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案子年代比较久，以前的技术也没有现在先进。这些物证虽然有所保留，但是没有办法深入检测。我觉得以现在的技术，完全可以重新对这些物证进行检测，或许会有新的发现。好，你这个方向是对的。行，那这样吧，我来跟土队申请，啊。好。赵总，我建议改变之前的辩护策略，变为罪轻辩护。你是说，东城不可能无罪释放了？是，赵总。是个屁！我就这么2个儿子，一个死了，另外一个你让我……你说他把锦绣给供出来了？是。不争气的东西！赵总，您别急，身体要紧。这件事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跟进，多和警方去沟通。夫人那边我也会想办法的。知道了。那我先回去准备。老板，说。副衙差館出咗嚟，出來了，他一個人，仲有2個警察，之前睇住溫小姐嗰2個。
现在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了？我把宋锦绣给供出来了。从专业的角度上看，我建议改变之前的辩护策略，变为罪轻辩护。罪轻辩护？我爸给你那么多钱，不是让你给我办罪轻辩护的，我要的是无罪辩护，明白吗？形势不一样了，您现在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再加上证据，无罪辩护是不可能了。赵总叮嘱过您的，让您冷静一点，您全忘了。那我就告他们，我告他们证据突袭。这根本就不算证据突袭，这又不是在法庭，最多算是审讯策略。从现在开始，您什么都别说，一个字都别多说。到了法庭上，态度诚恳一点，当庭忏悔认罪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你当时给我拍着胸脯说一定没问题，我现在就严重怀疑你的能力问题，你是不是在耍我呀？当下之急是把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，再去争吵其他的没意义。您记住我说的，我和我的团队会想出一套最优的方案，为您做罪轻辩护。阿姨，你今天心情也不错呀。还行。喂，在哪儿？在家。去工厂。我一会儿出去办点事儿，晚饭自己吃。阿姨，白宇这点和您很像。哪点？你们都有很多秘密。人长大了，就是会有很多秘密。我对当年金家灭门案没有检测出的物证资料进行了梳理，找到了这个。这在金家灭门案凶器上发现了一枚带血的重叠指纹。由于当年技术有限，这个重叠指纹无法识别，但是现在新的技术可以把它们分离出来。我采用了分区的处理方式，也借助了分类分区的处理方式。它这样剥离出来的指纹具有清晰的细节特点和一定的典型特征。对，你们看，这个就是我分离出来的指纹。根据细节和特点对比，这一枚就是当年金家灭门案被害人金相中留下来的，而这一个不属于这个案子任何一个被害人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一个指纹很有可能是金家灭门案凶手留下来的？对。这算是个新的重大发现啊！那接下来就可以送到公安那边，把这枚剥离出来的指纹和指纹库的指纹进行对比，然后找到金家灭门案的凶手。李姐、林兰，你们继续负责跟公安沟通。袁浩，你再从这个金家灭门案的物证里啊，继续提取，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。好。好。该给的我已经给了，该罚的你也罚了，但我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是亏待了你们母子，但是我已经尽全力的去做了补偿。锦绣，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不够，你说，想让我怎样？你对那个女人也说过这些吧？赵东成的妈妈是因为你死的，所以你要加倍补偿他的儿子，对吗？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，我的2个儿子我都要加倍补偿，我已经尽力了。锦绣，
你应该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你，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。跟我回家吧。我今天来就没有打算走。公安对比了指纹库里的指纹，但是因为金一童他是失踪人口，只有他年幼时期留下的一枚指纹，他这个指纹和我们剥离出来指纹只是具有部分一致性，所以他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金一童就是杀害金家的凶手。而且指纹库里没有任何一个指纹和这一枚指纹具备同一性，金一童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后来就再也没有他任何指纹信息了。不对，无论是金家灭门案，还是你的父亲林队之死，这一切都指向金一童。这个金一童不可能人间蒸发，一定是用了其他方法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我听过一个说法，说这国外有换指纹的手术。那赵瑞就有可能做这种手术啊，所以指纹库里是他的新指纹，就跟金一童的完全对不上。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赵瑞，可是宋白宇还有赵东辰都是他的亲儿子，都跟走私案有关。我不相信他不是那个幕后的大老板。我们现在缺一个有力的证据。刘浩，哎，你能不能从金家灭门案提取证物这块儿？再找个突破口。刀柄上带血迹。老周，这指纹可以重叠，血迹会不会也能重叠？我们可以提取出来。辛苦你了。锦绣，我希望你冷静一下，好好的想一想。你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想一想，这么多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我为什么会这么做？等我忙完手上这些事儿，我就可以真正的陪你。我们离开这里，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我累了，我哪都不去，就在这儿等，等着咱俩一起死。我在心里面答应过我儿子。所有害过他的人都要受到惩罚，包括我自己。冰冷树下好风凉，蓝蓝绞丝做网妆。
宝宝睡在王床里，像条大鱼白胖胖。好听。我能听听原版吗？可以啊，我妈唱的。槟榔树下好风凉，蓝蓝角丝做王床，宝宝睡在王床里，像条大鱼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怎么了？你能把这个发给我吗？可以啊。你笑什么呀？好歹得让孩子知道这歌到底是什么调的呀。不至于吧？至于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不了解你自己。好，行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乐乐，我把这首歌发给你妈了啊，以后你就听你奶奶版本了，好不好？我替她谢谢爸爸。黑夜是响更深的彼岸，扬起的迷雾模糊了边界，心是静默如谜的深渊，选择光明就勇敢刺破黑暗，谎言试着取代了答案，再汹涌的浪吞噬不了光线，心是等它在风暴里沉潜，身为光明就义无反顾的耀眼，在黑暗里站成一道闪电，短暂的挣扎，寂静无声的世界，照亮每一次未知的冒险，哪怕只有一个瞬间。寂静的杀人，白昼的罪恶比黑夜更可怕，我的伙伴，别低头，奔跑吧，在黑暗里站成一道闪电，短暂的挣扎，寂静无声的世界，照亮每一次未知的冒险，哪怕只有一个瞬间，在黑暗里燃成一道火焰，倔强的对抗青石白昼的梦魇。是像更深的
彼岸，冲破了迷雾，真相在眼前。